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讲一个离奇的平行时空消失事件，它很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潘博文事件啊，但是呢又有一些区别。2018年8月，有一名法国游客叫做蒂费努维荣的女性，在日本福冈县宗像市的小镇旅行游玩的时候，突然的失踪了。家里面调动了日本警方和法国的私家侦探，但是一直都查不到有用的线索。而且在他失踪之后，跟潘博文事件不同的是，虽然他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和他相关的一些东西经常没有缘由的突然就找不到了。有的时候甚至在他失踪很久之后，这种事儿还会发生。大家好，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这是一个初创的小频道，每期影片都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如果还算合您的口味的话，希望您帮我点个赞或者订阅一下这个小频道，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因为我每天都在期盼新的影片能增加1-2个订阅量，然而没有。对，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或者一起探讨故事的内容，说说你对这个故事的看法。那这个福冈县宗像市属于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旅游业很发达，它的治安和服务条件也是很有保障的。女孩失踪的当天也是一个天气很好的午后，这位叫做蒂费努维荣的女孩，那下面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就叫她蒂菲。她很年轻，刚刚满24岁。这一天是8月12号，她正在和家人享受着美好的旅行假期。那按照行程的安排呢，这是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最后一天，第2天就要启程返回法国了。可是呢，看起来很平常的一天，却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痕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那蒂菲最后一次被见到的时候，他正在宗像市的海滩和朋友们玩耍，时间是下午3点半左右。当时他说突然有点事儿要先回酒店，泳衣还没来得及脱掉，就把平时穿的白色连衣裙挎在了胳膊上，心情看起来呢也是很正常的。和家人朋友告别之后就独自离开了。那根据后来他的朋友叙述说，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他和平时相比有什么异常的行为举动，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谁能想到这次的道别却成了永久的道别。那1个半小时之后，朋友那边也玩得差不多了，在海边收拾东西的时候呢，就打电话给他，问他晚上要不要一起吃晚饭。这个通话记录是下午5点11分，电话打过去之后不一会儿就接通了，但是电话那头呢却没有人说话，电话里只听到对面传来嘶啦嘶啦的电子噪音。那到了这里，朋友们其实也没有太过在意，就以为是信号不好，毕竟在国外嘛，运营商网络兼容性的问题经常会有。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过，和他一起出来旅行的不仅有他的朋友，这里面还有他的家人。那家人呢只有一位，就是他年长6岁的哥哥，今年30岁，叫做蒂博维荣。那蒂博维荣知道了朋友们打过电话给妹妹没有联系上，就决定自己也不和大家一起吃饭了，就直接和朋友们告别，回去酒店找他妹妹去了。那其实呢，这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就是想先回去找到妹妹，一起把晚饭的问题解决。那因为居住的酒店离海滩也不远，哥哥就选择徒步走回酒店，用了30分钟的时间。这时候5点半刚过，他就走到了酒店，到了妹妹房间门口，他发现怎么敲门都是一点回应也没有，再加上之前打电话联系也没有联系上。这时候哥哥才开始有点着急了，说他没在宾馆，这天马上就要黑了，他能去哪儿呢？他就很担心离开的这段时间妹妹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一边就给妹妹打电话，一边下楼。但是这次电话不同，拨打的时候传来了自动的答复音，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询后再拨。蒂博先是一愣，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听着这个自动答复音，好像听不懂一样啊。那确实是听不懂，因为第1遍拨的是日语嘛，对，第2遍才是英语。低头一看手机号码，根本就没有问题啊，的确是妹妹的电话，而且是从通讯录里面翻着直接打过去的，根本不可能拨错号。那怎么就变成空号了呢？他就看着手机屏幕上的5点35分就发愣，然后才突然发现这时候问题可能有点棘手了，因为自己和蒂菲的唯一能够建立的联系现在已经失效了。心里咯噔一下，等反应过来之后，3步并作2步的就跑到了酒店的前台，跟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解释了刚才发生的一切，然后就带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酒店妹妹的房间门口。门一打开，蒂博直接就冲了进去，发现屋里边和想象的一样，根本就没有人。房间里面蒂菲的行李和衣物虽说是随意摆放的那种，但是也不是很凌乱，很明显就是自己放的随意了一些。桌子上的钱包啊，木质的小相框根本就没有被动过，其他的地方呢也没有被第3个人翻动的迹象。那这时候呢，天色就有点渐黑了，蒂博很着急，一边看着墙上的一幅帆船油画，一边就给朋友们打电话，想问问妹妹会不会和他们在一起。朋友们就说没有见到她，还解释说他们坐车去饭店的路上就给蒂菲打过2个电话，都是和他哥哥一样，接通之后对面没有说话的声音，只听见电子设备的白噪音，
那大家都在抱怨信号的问题，谁没有想到会出事儿？这时候从蒂菲和大家最后一次分别开始，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20分钟的时间了。哥哥蒂博这时候也选择了报警，时间是下午5点50分。那按照正规的程序呢，如果不是紧急事件的话，日本警方通常是要走一个很耗费时间的流程，就是先把失踪者的信息录入到数据库，通过酒店、交通部门排查行动轨迹之类的。等到正式大规模搜索呢，通常要等到3周之后。那这次的事件恰好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当事人当时游玩的海滩存在一片禁止进入的危险区域，而失踪者蒂菲本身还患有严重的哮喘病。那这2点就符合日本法规条文中一条叫做特异行方不明者的特殊规定，就满足了紧急出警的条件，因为有危及生命安全的可能性嘛，所以在当时就直接展开了调查。警方询问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开始检查酒店和周围地区的监控视频，但是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找到。检查发现，所有能够想到的监控视频里面都没有发现妹妹蒂菲的画面。这些画面包括酒店的走廊、前台、酒店的主路和背面停车场的监控，最后连海滩方向的摄像头也检查了一遍。那所有的画面里面都没有一个手里挎着一件白色连衣裙的女孩走过，也没有出现过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法国女孩的身影。虽然这里日本的警方检查的也是十分的仔细，但却不能够100%的保证所有的监控画面里面都没有妹妹蒂菲出现过。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所有的监控里面有2段出现了问题，一个是通往酒店主路的摄像头的记录，一个是进入酒店和电梯之间拐角的录像画面。这2个摄像头都在下午4点到4点半的时候出现了视频文件丢失的错误提示。那酒店方面解释说，摄像头的录像文件肯定没有人为的操作。后来警方也证明了视频丢失和酒店几乎是没有关系的，被归类为设备故障。那这个4点到4点半的时间很可能就是蒂菲离开大家之后返回到达酒店的时间。警方随后又检查了蒂菲的房间，检查结果就显示房间内的指纹和脚印除了他哥哥之外没有其他人出现过的痕迹。那随后警方也是很快采取了行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1天、2天、3天之后，事件丝毫没有新的进展。这起案件直到现在也没有被侦破。那日本通常的案件都是在展开搜索行动最初的72小时之内进行最积极和高效的搜索，如果在这72个小时之内没有结果，也会在1个月之内重点的分析监控和排查人际关系，定期的向家属汇报进度。但是如果长时间没有进展的话呢，也会把这个案件的优先级降低，毕竟警力有限嘛，不可能说你这一个案子不破，别的什么事儿都不做了，对不对？那日本的一般案件都有一个时效性，对于这种特异行方不明者的案件呢，它一般是没有时效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随时发现了新的线索，或者是有新的可疑人员，都会重新开启案件的继续调查。所以它是从立案开始，每次有了新的线索，警方就开始根据新的线索继续调查这个案件。那这个案件还真的经常出现一些新的线索，但令警方非常头疼的是，每次出现的这些线索虽然跟案件都有关系，但是往往对案件的侦破是一点推动作用都没有。我们整理一下事件的脉络，蒂菲一行人到达酒店的时间是2018年8月8日晚上，等入住到宗像市酒店已经是8月9号凌晨之后了。在简单休息之后，8月9号上午11点左右，大家刚刚吃完早饭，他们就开始收拾完东西去周边游玩。那案件发生的时间是8月12号，期间呢，蒂菲就几乎没有单独行动的时间，似乎也没有和行程之外的其他人有过什么接触。那在12号下午5点50分，哥哥打电话报警之后，警方开始介入调查，并且一直没有发现有利于推进案件的线索。紧接着案件似乎有了新的转机，就是警方似乎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但是后来知道对推进案件也是一点作用都起不到。那这个线索就是在案件发生4天之后，下午3点半左右的时间，警方正在疑似案件的案发现场，也就是酒店蒂菲的房间进行调查的时候，突然发现酒店的房间里多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平平整整地摆放在蒂菲的床上。原本床上是没有这件连衣裙的，那是不是蒂菲放的？是什么时间放的？没有目击者。1天之后，原本放在蒂菲房间里的一个钱包和发绳也消失不见了。当时警方以为发现了重大的线索，但是跟着线索继续往前调查，却还是什么都没有查到。那搜查的结果是，屋内还是除了哥哥和警方的行动痕迹之外，完全就没有找到第3个人脚印的证据，也就是说排除了盗窃和绑架的可能性。那另外呢，就是蒂菲的钱包里面
从来都不放现金，顶多就是放一些到达日本之后找零的钢镚和几张银行卡。那这几张银行卡在那之后也没有新的使用记录。那警方就假设，如果是有利可图的人来过的话，先不管他是怎么办到的，为什么他要先放一件衣服在这儿，然后又拿走一些东西呢？难道是想威胁家属和警方吗？如果是的话，也没有人出来说明自己想威胁的目的。那线索到了这里再次中断，直到整个案件几乎变成了悬案1年之后，蒂菲的行李这时候已经和哥哥回到了法国。有一天，蒂博突然报警说家里可能进了贼，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床头摆着的一个木质的小相框突然消失不见了。那这个相框就是蒂菲当年带去日本的那个。结果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查了半天，发现家里除了这个小相框丢失了，家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贵重物品丢失的痕迹。那这个小相框对于蒂博来说是一件十分贵重的东西，因为它是妹妹的遗物嘛，也是妹妹和他唯一的一张合影的照片。他说那还是妹妹当时硬拉着他照的，他平时很少照相，所以就这么一张合影。之后2019年家属联系法国方面，也开始进行调查。2020年聘请了顶尖的私家侦探，家属也是多次赴日进行寻访，直到2025年在宗像市的海滩上发现有游客无意中拍到了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金发女子徘徊在禁止进入的危险海滩上，这个人的身影就和蒂菲十分的相似，所以呢，这起事件才重新的被人们所关注。因为很多人就开始怀疑这个画面中出现的白衣女子就和当年失踪的蒂菲长得太像了，所以这些线索看起来支离破碎，凌乱不堪。那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脉络，说说蒂菲失踪背后那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推测——危险海滩与冲之岛的秘密。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2025年会拍到一个疑似蒂菲的身影出现在一个禁止进入的危险海滩上？那答案很可能和当地的一个神秘的地方有关，那就是冲之岛。这个小岛位于福冈县宗像市外海，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历史上几乎没有人居住，但这里却出土了大量古代祭祀和航海相关的文物。听说这些出土的文物就有8万件之多，它们就象征着古代亚洲地区的航海事业曾经有过一个很兴盛的时期。那这个冲之岛还有另一个更神秘的名字，叫做神宿之岛。它属于一个神社，叫做宗像大社的私有土地。那很多事件和宗教相关，我们就不过多阐述。岛上供奉的是宗像大社的古老的神灵，象征着海上的安全和通往彼岸的通道。更诡异的是，冲之岛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女性禁止登岛。据说女性登岛会带来不祥之事，但具体是什么不祥，谁也说不清楚。其实蒂菲和他哥哥一行人当时来旅行的目的，正是去探险。目的呢，就是这个冲之岛。他们就听说这个地方非常的神秘，正是慕名而来，想登上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那最后呢，他们其实也没有登陆成功。一开始他们提前联系了当地的熟人，就找到了一条路，租了船，想偷偷的登陆这个冲之岛。在船渐渐靠近这个岛屿的时候呢，船上蒂菲一行人就感觉到这个地方的气场十分的压抑。岛上遍布着一些巨大的杨桐和杉树，那通常这些树都是非常的高的，普通的都有10多米高，那有的长达20-30米都是很正常的。日本很多神社里面的神树通常也都是这2个品种。那岛上呢还有一些银杏和楠木，大家正在看着这个长满巨大古树的岛屿发呆。蒂菲就突然说身体不舒服，并且一直低着头趴在船边看着水面。朋友有的人就过去关心他，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和木船的倒影发呆，表情呢有点痛苦。大家以为他就是晕船了，正好大家登岛的念头这时候也没有那么积极了，毕竟大家来玩是主要的目的，谁知道登上这个阴森森的小岛会有什么事儿出现。那大家也是不谋而合的调转船头准备返回。而蒂菲呢，很可能也是因为这次的经历，不久之后才彻底失踪的。那失踪的原因呢，听我慢慢讲。据说类似蒂菲这样的神秘事件在这个地方出现不止这一次。当地居民就说，这个地方农历7月份和冬至前后的这2个时间，正是人间界和神界交汇的时间。那这听起来很神啊，老人们传说的神话故事里面说，曾经在危险禁止进入的海滩地区出现过幽灵船。那这些只是传说，我们先不去想。但是自打蒂菲失踪之后出现的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如果结合当地人所说的这种人间界和神界交汇的时间经常出现的一些离奇的事件，在现实中的可能性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像潘博文事件那样，像是2个平行时空发生的重叠，并且造成相互干扰、相互影响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蒂菲的消失就说得通了。我们回想一下，发现他失踪之后，电话打得通却没有回应，很可能是蒂菲已经回到了宾馆，并且独自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断绝了和其他人的直接联系。他所在的空间产生了一种量子叠加态的时空错位。那你说你就扯吧，就会瞎联系。如果这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话，那现在我们重新看几个细节。第一个，朋友们最初打电话给蒂菲时，电话是能够接通的，但是听不到他的声音，只能够听到白噪音。第二个，仅仅过了20分钟之后，电话又变成了空号。视频中一些肯定能够捕捉到蒂菲的监控内容无故的消失。随后，房间里出现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几天后，钱包、发绳又消失。1年之后，哥哥家里的相框离奇消失。那这些现象如果用常规的失踪案件逻辑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但如果这个平行时空的假说成立的话，蒂菲在冲之岛附近经历了一种时空的错位，进入了量子空间的叠加状态，似乎所有的事情就说得通了。薛定谔的猫和蒂菲的消失。薛定谔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如果一只猫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盒子里，并且有一个量子机关决定它的生死，在盒子被打开之前，这只猫既是活的也是死的，处于一种叠加的状态。那这个实验在微观的粒子层面已经被证实确实存在了。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请搜索一下双缝干涉实验这个关键词。那在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颠覆了我的价值观，身上看得直起鸡皮疙瘩。那蒂菲的情况很可能也是类似，在他从海滩返回到酒店的过程中，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他的存在可能就被量子化了，就是既存在于酒店的房间里又不在，既回到了家人身边呢又没有。那朋友们第一次拨打电话就像是进行第一次观察，很可能这个时候他回到酒店的房间已经存在了空间的叠加状态。因为时空互相干扰，蒂菲已经看到了电话响了，并且按了接听键，但是接听本身就是一种外来的观察行为，造成空间的叠加状态不稳定，结果就是他并不能直接的和另一个时空的人对话。期间他的朋友和哥哥反复多次的尝试用电话联系蒂菲，很可能就造成空间的叠加状态不断的被观察，最终导致叠加态坍缩。蒂菲彻底坍缩到了另一个宇宙，一个我们无法到达的另一个现实。那这个现实中的蒂菲回到酒店的事实也被同时抹去，所以监控视频消失。其实这也很像刘慈欣小说《球状闪电》对于平行时空的解释。那导致这一切最重要的环节，很可能就是蒂菲一行人当初想登陆冲之岛的时候租用的那只木船。那艘船后来这一行人回忆中对它的外形描述都变得十分的模糊，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记住这个船它当时长成什么样，就像蒂菲房间里那艘木船的油画一样，在记忆中也被慢慢的扭曲变形了。那这艘船也被怀疑就是当初当地居民所说的目睹过的幽灵船。房间里的物品消失与出现，跨越宇宙的回声。为什么会有连衣裙、钱包、相框的诡异变化？如果蒂菲身处的平行宇宙与我们的世界有微弱的交叠的话，那么他的所有行为，放下衣服、拿走钱包、带走相框，就会在我们的世界中留下回声。那这个回声是带引号的啊，我们只是用这个抽象的形容来描绘这个现象，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这个回声以物品消失出现的形式显现出来，而2025年在危险海滩拍到的身影，也许正是某个时空裂隙短暂打开，让我们窥见了他所在的那条平行宇宙的轨迹。如果消失的那几样物品是在平行宇宙交替时蒂菲自己带走的话，那只能证明蒂菲很爱他的哥哥，因为拿走了必备的银行卡和发绳之外，他还带走了那个木质的小相框。如果从科学上讲，这种推测极为大胆甚至荒谬，但是在量子物理层面来说，粒子可以在未被观测时处于多种状态叠加，这种现象已经被科学界证实。而宏观的物体是否也能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呈现这种状态呢？到今天为止呢，仍然是个未解之谜。那我们上面分析的种种，仍然是一种量子脑残粉的大聪明式的一种幻想。蒂菲的消失，你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简单的失踪案件，还是一次意外的量子跳跃呢？其实呢，我是希望它真的坍缩到了另一个世界，起码那样的话他还活着，而且那个世界里面希望也有爱着他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而我们正在通过这些诡异的细节感受着它仍然存在的证据。说一些题外话，为了不影响大家对这个小频道的观感，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很尴尬很青涩的视频放进了不公开列出的队列里。那如果您按照时间线去找的话，还是能够找到的。
只是它不会再出现于您的主页里面展示了，这样会影响您的观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看看呢。我是李罗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不管您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区里一起讨论，说说您的见解。最后跪求您的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